在东京奥运会如火如荼举行的当下，一篇控诉中国网络暴力的文章引起了小编的注意。没错，网暴的对象正是那些浴血奋战在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们。在这个网络发达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。撇开佛弟子的身份，作为凡夫俗子的你，请告诉小编，你会做这样的事吗？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75公斤级举重比赛现场，韩国选手张美兰和中国选手唐宫红之间的竞争出现白热化。中国选手唐宫红抓举 127.5 公斤失败，落后韩国选手整整 7.5 公斤。此时的他退无可退，只能在挺举的时候挑战惊人的 172.5 公斤，但幸运的他终于成功了。而此时的韩国选手更狠，他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挑战 172.5 公斤也成功了。这是一个足以夺冠的成绩，按照以往的惯例和唐宫红目前的成绩，唐宫红不可能超过他，所以韩国团队欣喜地提前开始庆祝夺冠了。然而接下来奇迹的一幕发生了，唐宫红向组委会要了他们根本不建议的 182.5 公斤重量，因为这个重量会伤害身体，但唐宫红还是选择义无反顾挑战。在全世界的目光下，他先是把杠铃扛在肩上，然后停顿了整整10秒。10秒之后，他以力拔山河的气势举了上去，举重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诞生了。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反转，唐宫红用自己的行动狠狠打了一次韩国代表队的脸，获得了冠军。这是一个为国争光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可以永远载入奥运史册的经典。很多人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，好像只是一个用勇气挑战世界纪录的故事，仅此而已。但是他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更值得我们关注。那一年拿到奥运冠军，从台上下来后，唐宫红就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。为什么抢救？因为那一次他挑战的力量太过强大，血压飙到了200多，导致他内脏破裂，七窍流血，命悬一线。幸亏抢救及时，他才得以保住一条命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他的身体却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，再也没有办法当运动员，而他身上的伤害会伴随他一辈子。后来有记者采访他为什么要去挑战，他只回了一句话：要么夺金，要么倒在举重台上。这是一个极其悲壮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他为国争光，满身荣誉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荣誉的背后都是他用身体的代价换来的。站在台上的那一刻，他不仅超越了极限，而且超越了生死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桑兰事件？1998年7月，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一次重要的比赛中，本该脚着地的她却因为意外变成头着地，最后造成胸部以下的高位截瘫。本来的她风华正茂，阳光可爱，可最后她的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她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就停在了那一次重大的比赛项目上。我们所能看到的奥运会的 A 面就是金牌，就是荣誉，就是飒爽英姿，就是风光无限。可是我们却看不到奥运会的 B 面，伤痛、危险、巨大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。这些奥运健儿们就像流星一样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牺牲了很多的代价，为的就是最后划过天际的那一刹那。你问他们值不值，他们不会告诉你值不值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为什么要说这些奥运健儿的故事？因为一场针对运动员的网络暴力正在愈演愈烈。首先是射击运动员王璐瑶，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射击运动员，14岁就进入杭州市体校射击队，个人冠军、团体冠军获得过很多。可是她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中，因为发挥不好，名次止步于18名。无缘决赛之后，她发了一个自拍说：抱歉，很遗憾，我承认自己怂了，3年之后再见。然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网友一下子把他骂上了热搜。名次只有18名，还有脸发自拍，真丢中国人的脸。不反思，不分析失败，就到网上发自拍，真把自己当网红搞。国家花那么多钱把你送去奥运会，你一下子就怂了，就算是开玩笑，我也觉得不应该。因为骂声太过尖锐和刺耳，
王璐瑶不得不把原微博删掉，然后另外发微博道歉解释。然后是杨倩，在杨倩获得中国第1枚金牌后，有人扒出她在去年竟然收藏耐克鞋子，于是大棒一下子挥舞过来，杨倩直接被骂成贵族女孩，遭遇史无前例的网暴。贵族女孩滚出中国，为什么不支持国货？你是不是不爱国？奥运冠军被网暴，一下子就上了热搜。然后就是女子4乘100自由泳接力的比赛，中国女子4乘100自由泳接力由程玉洁、朱梦慧、艾衍涵和吴青峰组成，中国队以3分34秒76的成绩，12小时内第2次刷新亚洲纪录，最终获得项目第7名。然后一条评论却像一盘冷水一样从头浇下来，第7名有什么好报道的？浪费公共资源。再接下来就是刘诗雯，刘诗雯和许昕在乒乓球的混双比赛中不敌日本队，最后错失冠军。面对镜头，刘诗雯一下子就哭了，她不断道歉，说自己对不起大家。可是那些键盘侠还是没有放过她，一条垃圾连日本人都敢输，你俩别回国的骂声显得格外刺眼。还有女排王梦洁被骂到关闭评论等等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赢了就拼命造神，输了就拼命毁神，你把别人当神吗？他们根本不知道，他们一边谩骂一边诋毁奥运健儿们的时候，别人在承受什么，经历什么。就拿这一次被他们骂的刘诗雯来说，在参加这届奥运会之前，她已经动了一个大手术，她的手肘伤害很严重，常常痛到不能自已，严重的时候甚至连自如的打球都很困难。她说，每当自己练得爬不起来的时候，想起能够参加奥运会，就感觉能再练一会儿。即使大家觉得我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放弃，我所有的愿望都和乒乓球有关。尤其是她的那一句，只要让我赢球就行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让人瞬间泪目。运动员背负的东西，付出的巨大代价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这些键盘侠怎么能够忍心骂他们？我们那么注重金牌，很羡慕奥运冠军，可是奥运金牌背后的血泪代价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的。奥运健儿很风光吗？并没有，他们满身伤痕，满身伤痛，这些伤痛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。奥运健儿很有钱吗？并没有。比如说这次举重冠军申丽君，她家徒四壁，屋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双开门的冰箱。父亲糖尿病肿瘤去世，奶奶生病需要手术，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撑就是靠她。为什么体育运动员大多来自家境不好的家庭？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极强忍耐力，需要极度的吃苦耐劳，而且对身体也不好。有钱的家庭根本不想让孩子走这条路，而没钱的家庭靠这个搏一搏，或许能够彻底改变命运。那些能够坚持下来，有着异于常人毅力的运动员，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别的路彻底堵死，除了赢，别无选择。他们退无可退，他们站在悬崖之上，只能逼自己去不断奋进和努力。为了增强力量，别人每天负重蹲200次，他们就蹲400次。为了提高技术，别人扣1万次球，他们就扣5万个。为了提升灵敏度，别人跑步10公里，他们就跑30公里。1000次、1万次、10万次，披星戴月，浑身伤痛，战痕累累。荣誉的背后都是苦难、泪水和无数个咬紧牙关的日日夜夜。所以别再骂他们了。赢一次，他们比你们想象中还要欢欣鼓舞；输一次，他们比你们想象中还要痛苦万分。体育运动背后的悲壮和艰辛是我们所看不见的，他们面临着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他们熬过了什么痛苦，他们一次失误会有怎样的代价，我们看不到，不代表他们不存在。不知道还有谁记得刘翔当年的悲剧？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当枪响的那一刻，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飞人的男人，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遥遥领先，而是跑了几步之后，就在一瘸一拐中撕下了身上的号牌，落寞地走回来。可是那一天过后，他的名字变成了刘跑跑、忒塞诺夫。一瞬间，他从中国田径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，
变成了中国田径史的耻辱。有人骂他是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演员，还有人专门制作了一款小游戏，专门用来谩骂和挖苦刘翔。刘翔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跟腱断裂。跟腱断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走路都很困难。可是刘翔在一瘸一拐中含泪亲吻了一下栏杆，最后落寞地在骂声中退出赛场。那些年，刘翔身上背负的骂声和攻击就像潮水一样，给他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10年过去后，突然发生了变化，网上忽然掀起了一个话题：10年了，我们都欠刘翔一个道歉。有大批网友纷纷向刘翔道歉。原来他们发现，在男子110米跨栏这个项目中，中国从夺冠到赛场上从此再无一个中国人，只因一个人的离去，刘翔。他们忽然发现，刘翔参加过48次世界级田径比赛，拿过36枚金牌、6枚银牌、3枚铜牌。他是唯一一个在直线跑道上真正打败了黑人的运动员，创造了连白人都没有做到的记录。这样的荣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可有些人永远只记得他2次退赛。这样的人曾经为中国赢得了多少荣誉，可有些人永远只记得他2次退赛。这到底是时代的不幸，还是个人的悲哀？不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他人，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是明智的开启。不要再执着于苛责英雄，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。愿世间再无刘翔的悲剧，愿世间再无奥运冠军被网暴的悲剧。